大家好，这里是看的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摄取最多的营养素，是身体活动的主要能量来源。同时，它也是决定着身体脂肪含量的重要营养素。想将碳水化合物摄取的正确，就要对它有足够的了解。今天我们将通过分类和对比的方式，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碳水化合物。首先来看一下碳水化合物的分类。碳水化合物是由碳、氢、氧元素构成的，可以分为简单碳水化合物和复合碳水化合物。由单糖，也就是一个分子的糖，或者双糖，也就是两个分子糖构成的碳水化合物叫做简单碳水化合物。由两个或以上的糖分子，也就是由多糖构成的碳水化合物叫做复合碳水化合物。第二，我们来看一下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吸收。简单碳水化合物容易分解，放在嘴里的同时就开始被分解了，所以你可以尝到甜味，能被身体更快的利用。例如，葡萄糖就是一个分子的糖，当身体出现低血糖状态时，食用葡萄糖几分钟以后，低血糖的状态就可能缓解。简单碳水化合物的优势是身体吸收快，糖分的分子数量少，但是不具有持续功能的能力。复合碳水化合物的特点正好相反，多糖的分子结合在一起，例如我们食用的主食，需要身体的消化系统将它们分解为单糖以后才能被吸收，因此吃在嘴里是没有甜味的。但是如果你把主食放在嘴里咀嚼1分钟以上，你也可以尝到甜味。所以复合碳水化合物被身体分解利用慢，但是可以持续提供能量。无论食用了何种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都会将碳水化合物分解为单糖。这些糖分被消化吸收后，首先进入了血液，提升了血糖的浓度。当血糖达到饱和的时候，这些糖分会被运输到肝脏和肌肉中，形成了肝糖和肌糖。关于肌糖，我们会在后面的话题中重点介绍。继续说肝糖。当肝糖储存饱和以后，如果血糖还继续往肝脏运输糖分，那么这些糖分就会在肝脏中转化为身体脂肪，你就要长胖了。记住，你的脂肪是由肝脏合成的。这就是建议以改善体型为训练目标的人要控制食用简单碳水化合物的原因了。因为简单碳水化合物容易分解吸收，快速造成身体血糖、肝糖的储存饱和，脂肪堆积的几率高。复合碳水化合物变成脂肪的几率就要低很多。复合碳水化合物进入到身体以后，同样会被分解为单糖才能被吸收，但是因为复合碳水化合物的糖分分子非常的密集，所以分解为单糖的时间长，难度高，造成转化为血糖的时间变长了。血糖没有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也就不会出现血糖在短时间内涌入肝脏的现象，结果脂肪生成的几率也就降低了。如果你不想长胖，那么在选择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就应该优先选择复合碳水化合物。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碳水化合物可以分为两种，简单碳水化合物和复合碳水化合物。无论哪种碳水化合物在身体里边都会被分解为糖分才能被吸收，因此也有人管碳水化合物叫做糖分。简单碳水化合物是由一个分子的单糖和两个分子的双糖组成的，因为糖分的分子数量少，所以容易被消化吸收，不能持续为身体提供能量。复合碳水化合物由多糖分子组成，因为糖分分子数量多，所以消化吸收时间长，可以长时间为身体提供能量。碳水化合物被身体分解为单糖，才可以被血液吸收，形成血糖。血糖充足后会被运输到肝脏，形成肝糖。多余运输到肝脏的糖分会被转化为脂肪。简单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脂肪的几率高，复合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脂肪的几率低。如果你想控制身体的脂肪含量，就要重视摄取碳水化合物的种类、时间、数量等相关问题。在后面的话题中，我会将碳水化合物摄取的时间和数量问题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
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